如果我说有一台车能满足你对新势力的所有刻板印象，但它不是新势力，你信吗？这台车键盘值绝对是拉得满满的，什么 F1 威廉姆斯车队和保时捷联合调教啦，德国电控避震和德国大陆空气弹簧啦，还有 Brembo 4活塞卡钳，人家布加迪都在用。总之，网友爱看什么，自己就给他们加什么。他真的听了大家的意见，车首先是一台车嘛，对吧？可惜好像后半句话他没有看。智己，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它代表着智慧的知己，但试过它才知道，好家伙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智慧的自己。你看你这样子去按它，它是打不开的啊，然后又回去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打开呢？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摁下去的时候往右边给一点点力，还是卡住了。哎，它这样子就可以打开了，乖。所以说，大家对电车的刻板印象是啥？车机半成品、沙发彩电、付费解锁，完了，一工作室的刻板印象。哎，算了，次次都吐槽，那这次我们先看看优点，好吧？当你准备开车朝 LS7 走过去的时候，它的尾灯启动动画特别帅，仪式感拉满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发际线上移的巨大前挡风玻璃和半幅方向盘，视觉效果很通透，很震撼，感觉是要准备开飞机了一样。紧接着你就会看到这个缓缓升起的仪表盘，配上开机的画面，仪式感再次拉满。遇到重要的节日，它会有对应的开机动画。仪表盘升降之间意外的过渡非常的平滑优雅，屏幕间视频和功能传送也纵享丝滑，语音助手还能在不同的屏幕之间灵活游走。我尤其喜欢的是，它不但能够显示自带音乐软件的歌词，当你使用手机蓝牙播放音乐的时候，还能自动抓取音乐软件的歌词。再看看隔壁001，显示个封面都 OTA 了1年多了，现在还没用上呢。虽然看起来花里胡哨，但其实 LS7 的智能化做得还不错。这大连屏和中控屏分得很清晰，大连屏主看，中控屏主用。你看，比如说我开个地图，直接在下面搜索，但开始以后它就会显示在上面，方便你看。播个音乐，下面搜索，上面显示。所以你会更喜欢这种分开屏幕的设计，还是一块大屏的设计呢？但最有用的还是这个空调调节，还在用传统语音控制和不太聪明的触屏调节。打开自动扫风。没有自动扫风，为您打开左右扫风。看看人家 LS7，任意界面双指上下滑就是调温度，左右滑就是调风量，非常符合直觉。而且它的智能化也很不错。举个例子啊，要是在中午的时候上车，它会自动弹出午间休息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功能，比如说打开哔哩哔哩，点一下你就可以躺着看大栗子切切里啦，就是没有一键3连。但现在大夏天，它还会问你要不要一键开启空调，座椅通风。驾车准备关门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手机落在了无线充电板上，LS7就会在你下车的瞬间语音提醒你。别忘了带走充电中的设备。怎么说呢？就感觉有一种车活了的感觉。音响表现还真不错，24扬声器，960瓦，直接放一段对比好了。怎么样？确实不错啊！虽然你在听着音乐，大家也能陪着你听。方向盘买了半个，这东西我是真的要吐槽。我直接说没有线控转向，这种半个方向盘还要转2圈半呢。就是个垃圾。不着急的时候都还好，遇到紧急情况一抓空就完了。抛开方向盘不谈，这车确实好开。这么大的车，底盘一点儿都不像有些大车那样晃。要我说，就是很有韧劲，过大坑又吸收得很好，咚咚2下就过去了。油门刹车很丝滑，就跟汽油车的感觉一模一样。松油门也没有拖拽感，完全不会晕车。唯一能挑点刺的就是没有 HUD 抬头显示，所以每次看速度导航都要把视线下移。中央通道这里有点高，导致我的右膝盖没有地方靠脚。自动泊车很好用，快准狠，听到比我好一点。坐起来也相当不错，车身巨大，空间巨充足，到处都能摸到柔软的半苯胺皮革，后座坐垫也足够长，很厚实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副驾为了能够完全折叠，牺牲了一些包裹性，而且前后5个位置都没有扶手，万一司机开爽了，没有东西抓的感觉，还怪没有安全感的。
车是一台车，问题不大了。车是一台咋样的车？哎，那就说不定了。我刚试车的时候，惊喜的发现它的车机没啥 bug， 不用克服乐。结果好家伙，还没乐完呢，就发现 bug 并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伴着我。比如这个零重力座椅啊，躺起来确实很舒服，腰部、臀部都有按摩点，搞得我都不想起来了。但是在躺好之前，那可都是坎。来，我考你们一下啊，车门上的这一排按钮是啥意思呢？估计不可能有人说得出来，因为这头按钮居然混杂着2个座椅的调节。等你试过之后，才能知道有多离谱。给大家揭秘一下这几个按钮到底是什么啊？这前面3个呢，都是调前面这个副驾的座椅的。按这个就是前排向前，这个是前排向后，这个呢就是调前排靠背的。剩下这5个才是调我现在坐的这个座椅的。这个呢是座椅按摩，然后这个是座椅加热，也是有3档的。这个是座椅通风，这2个就是调零重力座椅模式的。我都不知道我下车以后再上来还记不记得这些按钮是什么功能啊？关键最烦人的是，这些按钮全部都是触摸的，盲操不了一点。所以最简单的就是用语音操作。你好，自己打开零重力模式。正在打开零重力模式。哎，卡脚了，这就很离谱了，因为距离不够远，第一次使用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就会卡住，而且这个时候椅子会表现出坚强的毅力，一直顶着你的脚继续，真的给我吓一跳，好吧？所以说你得自己注意一下，自己把脚缩起来一点，等它完全归位了再把脚放好。还有一个也不能算 bug， 算是 feature 吧，这个零重力座椅锁车之后是不会自动归位的。我有一次呢，刚好带了3个朋友，大家就只能目送它归位才能上车。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个体原因啊，这台 LS7 的左后座椅的安全带，无论是插还是拔都会卡住，但不系好吧又会罚200，自己理解一下哦。还有光线暗的时候，这3个屏幕的颜色都不一样。下面这块还是个 OLED， 好家伙 ，RGB 屏幕是吧？如果换成大太阳的白天，控制屏的反光就会比较严重。God damn! Can somebody tell me what time it is? Man,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. Nah, for real, nigga, look! Ah, 再说按键啊，现在的车没有实体按键已经被吐槽很多了。你看，好消息是这台车座椅调节是实体按键，坏消息是就只有它和方向盘是实体按键。这里有看起来像触摸按键的触摸按键，和不应该是触摸按键的触摸按键，还有跟实体按键一样的触摸按键，还有跟实体按键一样的压感触摸按键。座椅调节好不容易有个实体键，但哇，你看这个延迟，我真无语了。嗨，没事，自己适应一下就好了。另外要靠自己的是这个门把手。我当时在后排拿东西啊，准备关门，好家伙，门还没关，门把手先关了。哎，你看，我真的，我还特意上网查一下别的车有没有类似的问题，答案是不疼。乖。其实总的来说吧，作为一台29万的车 ，LS7 的优点还是非常明显的。不说别的，一个零重力座椅就已经秒杀不少车了，空间够大够舒服，全车的美学设计也相当高级，底盘和隔音做得非常棒，怪不得奥迪也想找他们合作。如果稳扎稳打，这会是一台很强的车。哎，听说智己 LS6就快上市了，纠结的小伙伴可以再观望一下，不知道那台车会不会有所改善。光看参数好像挺震撼的。这样吧，点赞超过2.5万，我们就再弄一台回来评测怎么样 ？OK，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